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都在暴跌，连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都扛不住了，房东们哭着求卖房，买家却还在观望。我给大家说道，这房市到底惨到什么程度？先说说北京最牛的学区房蜂鸟家园的悲惨遭遇。这小区啊，以前可是北京最贵的学区房之一，为啥？因为对口中关村三小。这可是北京最牛的小学，多少家长挤破头都要往里冲。2021年5月的时候，这里的房子小小一套要价1000万，有价无市，有钱都买不到。这些中产家长们图啥？就图个学区房的门票。可是你猜怎么着？2022年初，这千万豪宅直接跌到730万，一下子蒸发270万。到了2023年12月，继续跌到620万。2024年8月更是暴跌到500万，整整腰斩。最新消息，11期间又跌到450万，连个底在哪都看不到。有业主实在扛不住了，想把挂牌价往上提到580万，结果呢，一个接盘侠都没有。大家都不傻，都在等着接下来的暴跌。一个小区就能跌成这样，你说这楼市得烂成啥样？再说说上海的惨状，现在上海的豪宅市场简直是血流成河。据统计，光是上海最大的二手房中介系统里，总价3000万以上的豪宅就挂了1300套，加上其他中介手上的房源，全上海现在得有2500套豪宅在卖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算算账。2021年，上海3000万以上的豪宅一年才成交605套，2022年更少，只有534套，2023年勉强到581套。这3年平均下来，一年就卖573套。现在2500套房子往市场上一扔，按这个速度得卖多久？差不多4年半。这不是供应过剩，这是市场都要崩溃了。更惨的是豪宅的价格。就拿上海最著名的豪宅汤臣一品来说，2022年最高卖到每平米30万，现在呢跌到24万。一套房子随随便便就得跌个1-2千万。世贸滨江花园更惨，从每平米13万直接跌到8万多，跌了30%还多。你以为就豪宅市场惨，普通住宅更是惨不忍睹。上海浦江有个小区，75平米的房子，2018年9月卖260万，2019年涨到285万，2020年底涨到298万，2021年7月一路飙到355万，涨的那叫一个欢实。可是到了现在呢，250万都嫌贵，比2018年的价格还低。那些2021年高位接盘的业主，首付都打了水漂，每个月还得继续还房贷，这日子过得真是比窦娥还冤啊！最惨的是，中国所有的一线城市现在都陷入了这种困境。深圳的情况比北京、上海好不到哪去。前几天，有深圳的业主在社交媒体上哭诉自己2021年买的房子，单价13万一平，现在才卖3.5万，这跌幅得有多吓人？直接跌了73%啊！最近有个特别魔幻的新闻，上海苏河湾1号的业主集体上街维权，结果呢，大批警察到场，把维权的业主直接按倒拖走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这些业主当初可都是花了2-3千万买房的，放在以前那都是妥妥的千万富翁。这房子当时可是卖到12-13万一平米啊，现在倒好，开发商拖了半年不交房，眼看着房价一路暴跌，这些业主能不急吗？我查了下这个项目的资料，2021年11月开盘的时候，每平米卖12.88万，卖出了300多户，销售额将近100个亿。按合同说好2024年6月30日交房，结果开发商找各种借口，先说是疫情影响，后来又说资金链断裂，一拖再拖。最近又爆出开发商跟施工方闹经济纠纷，这房子啥时候能交都成问题了。11月16号，
这个小区300多位业主实在忍不了了，集体宣布要断供。你说这是闹的？当初一个个都是身价过亿的富豪，现在却沦落到要跟开发商斗智斗勇。更可怜的是，现在周边的新房才买1万多一平，跟当初的价格比，直接跌去了90%。前段时间有个房地产专家说得特别直白，他说从明年开始，市场会遭受更严重的冲击，大量房产会变成法拍房，很多建筑公司会因为资不抵债倒闭，建材公司的库存会积压的卖不出去，装修公司可能都没活干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连国企和外资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往外跑。最近的大新闻，格力地产公开宣布要撤出房地产业务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开发商，它背后是珠海市国资委，就这么大的国企都坚持不住了，可见这房地产市场烂到什么程度了。新加坡的凯德集团更直接，他们最近公开表态，要在2028年之前把在中国的投资削减10%至20%。这可是新加坡淡马锡控股旗下的公司啊，人家在中国投了6000多亿人民币，现在都要往外撤了。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从中国撤资53.8亿，到现在已经撤了16亿多。这些聪明的外国投资者呀，早就看出来这房地产市场要完蛋了。现在全国95个城市的房价都在暴跌，这个鹤岗化现象已经蔓延到了25个省份，连京津冀、珠三角、成渝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都被鹤岗化的城市给包围了。大家知道鹤岗化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房子白菜价都没人要。最要命的是，中国老百姓70%的财富都压在房子上，这个比例放眼全球都吓人，因为根本没有哪个国家会这么疯狂地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现在中国居民的杠杆率高达63%，全球最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价一跌，大部分中产家庭就完蛋了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家庭1套房拥有率超过90%，2套房拥有率超过40%。这40%拥有2套房的家庭基本都是中产，他们当初都以为买房稳赚不赔，现在可好，房价暴跌30%，首付全打了水漂不说，每个月还得咬牙还着高额房贷。有专家分析说，中国房地产的黄金25年周期已经结束了。从1998年到2022年，这25年里房价只涨不跌，把老百姓都惯坏了。可是从2023年开始，房地产可能要进入一个长达30年的下行周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价会持续缓慢下跌，偶尔还会来个断崖式暴跌。最可怕的是，这些中产们不光要面对房价下跌，还得担心工作会不会丢，收入能不能稳定，家里人会不会得大病，孩子上学要花多少钱。只要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他们就可能撑不住要断供，到时候不光房子保不住，人可能都得崩溃。而且随着人口不断减少，很多城市的房子都会供过于求，政府迟早要出台房地产税、持有税，到时候这些有2套以上房子的中产更是雪上加霜。所以说，中产返贫这事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最近中国政府天天出政策救市，可是市场根本不买账。为啥？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，只要人口一直减少，经济一直低迷，房价就不可能再涨起来了。你说这些政策不都是在玩文字游戏吗？什么因城施策、支持刚需，说白了不都是空话吗？看来中国这一代中产想翻身是真难了。以前总说买房是最好的投资，现在看来买房是最贵的教训才对。这一波房地产暴跌，不知道要坑死多少中国家庭。